今天来练我们的臀部，还有大腿后侧。首先我们还是先来激活一下，你可以右手扶住墙，但是要记住直立起来的右腿不要膝超伸，要微微弯曲。然后左腿用臀部的力量向后抬16次。16次之后，再往侧后方提，激活你的臀中肌。你可以把手放到你的侧臀上，感受它的发力，还是抬16次。16次之后换腿。好，我们来正式训练。如果要是你有弹力带，你就用弹力带；没有也没有关系。首先把弹力带绑到大腿的中间，我们来臀桥。今天我们没有跪姿，是臀桥、侧卧还有趴着。臀桥到底要抬多高呢？就是抬到你的肩胛骨下方离开地面，然后膝盖不要内扣，膝盖和脚尖同方向，做16次。好，16次之后我们还是臀桥，然后把腿向外打开，训练我们的臀中肌。你的脚掌可以在打开的时候向内并一下，这样子的能更好的找到臀中肌的发力感。你要是把脚靠拢，然后再打，训练的就是我们的大腿内侧，所以要把脚分开的宽一些。打开的时候呼气，恢复的时候吸气，还是做16次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练大腿的后侧，保持臀桥的姿势，先把右腿伸出来，然后做一个上下的滑动，脚尖绷直，全程大腿后侧有牵拉感，然后达到最高的时候指向天花板。这个每一边做12次就可以了。
然后把右腿伸直，前面点地画彩虹。是不是非常的有感觉？坚持住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臀不要天天练，每一周练2次就可以了。因为臀部肌肉在休息的时候才会长大，而且每一次训练都要全方位的练。你看我发了那么多的臀部训练，每一周你就拿2个新的来跟练就可以。用弹力带真的是厉害。然后我们放松一下，来趴下，趴下，然后把你的臀向上拨一下。我们先来抬腿，一边一边的做，臀带着大腿后侧向上抬16次。16次之后，我们把脚跟对住，膝盖向两边打，然后向上抬。这个注意的是，你不要抬得太高，你的脊椎下方要保持平直的，不要把它弯起来。有些人做这个动作会腰疼，就是因为你抬得太高了，让你的臀上方有感觉即可。好，16次了，臀和大腿还要保持原位，把小腿向后伸直，做开合。16次之后，我会给你们讲一下怎么做硬拉、早安体前屈和深蹲。我也不光是做垫上，我也会深蹲。有的时候我做完肩背之后，就会来50个深蹲。好，我先来带你们做硬拉。硬拉下落的时候，膝盖和小腿基本上是保持不动的。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脚尖稍微冲外，腰背要始终保持平直。硬拉训练的是我们的臀大肌和腘绳肌，就是大腿的后侧。这个动作不光是训练臀，它更是让你在生活中搬重物的时候是一个正确的姿势，不会伤害你的腰椎还有膝盖。相比深蹲，我还是更喜欢硬拉，其实你们也应该多练习。第二个动作就是早安体前屈。双手抱住头，手肘向两边打开，然后臀向后移动，向前俯身至腰背与地面平行。它更加侧重于激活臀部还有大腿后侧，膝盖也是基本上全程保持不动。起身的时候呼气，向下弯的时候吸气，根据呼吸频率来做。然后就是深蹲，深蹲的脚分开要略宽于肩，腰背平直向下蹲。膝盖和脚尖是同方向，是向外打的，千万不要内扣。也不要故意的去弯腰撅屁股。第一要素它是屈髋向后，不是向下，你就感觉你后面有个小凳子，你要去坐它。第二要素，下蹲的时候膝盖差不多和脚尖平行，不要太超过，超过一点点没事儿。你要是太刻意膝盖不过脚尖呢，你的重心就不会在脚的中间了。你就记住下蹲的时候膝盖和脚尖是平行的就可以。第三要素，核心收紧，蹲的时候上半身向前俯，但是脊椎不要弯曲，然后蹲至大腿和地面平行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做拉伸。今天我们站着拉伸，把左脚放到右腿的大腿上，然后向后坐。你可以用手去扶住墙，下蹲至你左侧的臀部有牵拉感。这个动作也适用于你在外面跑完了步，做大腿和臀部的拉伸，一边拉伸30秒。好，然后来换腿去拉伸右侧的臀部。
Bye.
来，有关于哑铃练肩背，昨天我有非常详细的讲解，今天就不啰嗦了。但是呢，昨天没有练过瘾，今天是一个全身的训练，加了臀和腿，还是老样子，视频反复4遍效果最好。来，左右分开，先活动一下肩袖肌群。如果要是昨天的视频你没有看，我建议你在练之前先去把昨天的视频看一遍。前1分钟我有讲怎么沉肩，怎么不让斜方肌变大等一些训练的细节。正式训练，每个动作做8次，重复4组。细节我昨天的视频都讲过了，今天就不加讲解了，我们直接开练。后面是臀腿训练，也是每个动作做8次。
第一个动作是硬拉，单腿硬拉，训练侧臀。最后一个动作是一个肩臀腿的复合动作，深蹲加哑铃推举。好，最后来拉伸，先拉伸，然后再开始第二遍。
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，我们来早上空腹拉伸一下，激活一下全身的肌肉。做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全身都充满了力量。来，我们先来站着，第一个动作，把手向上抬高，然后向下的时候屈髋推臀向后坐。手向上抬的时候吸气，手尾向两方延伸，就感觉自己长高了一样。下蹲的时候不需要蹲得太下，动的是我们的髋部，膝盖尽量保持固定。我以往的拉伸视频大部分是静态，今天是动态。动态拉伸适合于运动前激活肌肉，静态的拉伸适合运动后舒缓肌肉，拉长线条。所以动态拉伸适合运动前还有早上空腹，静态拉伸适合运动后和睡前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我们来把腿向后迈一大步，成弓箭式，手向上伸直，上半身微微后仰。上半身向后仰的时候吸气，手尾向两方延伸，拉伸整个前部的线条。你看我这个弧线，胳膊前侧、胸部、腹部还有大腿前侧有都被拉伸到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肩部的环绕拉伸。来，右胳膊绕大圈，发力点在肩部，是肩膀带着胳膊在动，而不是单纯的胳膊画圈。环绕左边，胳膊放松，肩胛骨和肩袖肌群在运动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整体都松弛了？然后我们来趴到垫子上，我们向前爬，爬至下犬式，臀部向上走，脚跟向后压，最好脚跟能按住垫子。前期挨不住也没有关系啊，就是你感觉你的小腿有最强拉伸感就可以。核心收紧，前后移动身体，这个就是拉伸身体的后侧，胳膊的后面、背、臀还有腿。好，然后我们跪下来，再来做刚才的前后拉伸，这个就更加拉伸背部还有臀了。身体向后的时候吸气，拉伸整个胳膊和背后的线条；吐气的时候控制腹部向前，不要塌腰。然后来到四足跪立式，拉伸左右的背部还有胸腔。先来左胳膊在胸部底下抬平，然后从右胳膊底下穿过去，去扭转上背部，使你的耳朵贴到垫子上。这时候你的胳膊可以放平到地面，肚子和骨盆不要扭转。然后把右胳膊抬起来，放平至胸部，从左边穿下去，扭转上半段脊椎，让耳朵贴住垫子，然后把手臂放平。之后恢复成四足跪立式，我们来猫式伸展，拉伸整个的脊椎。慢慢的来啊，头和屁股先向上，把你的脊椎弯成一个微笑，然后一节一节的把你的背向上拱起来，颈椎向下，背部向上拱起来，肚子是一个向内挖空的状态。这个动作不要快，就是分解你的脊椎，把你的脊椎想成一个一个的珠子，要一点一点的拱起，还有一点一点的下落。
好，起来放松一下，我们来拉伸腿部。左腿向前迈一大步，并且伸直，手支撑住地面，身子前后移动，拉伸左腿的后侧，还有右腿的大腿前侧。换右腿在前面伸直，拉伸整个右腿的后侧，还有左腿的大腿前侧。然后起身跪到垫子上，手在后面牵住，向前挺胸，抬头去拉伸整个脖子还有胸腔。注意就是抬头的时候不要张嘴，要一直闭着嘴啊。手向后的时候，肩膀也要向两边打开，并且向后。来，右胳膊向上举过头顶，拉伸整个右边的肌肉。然后换左胳膊向右举过头顶，拉伸整个左侧。好，我们来最后一个拉伸动作。先来坐稳了，把小腿抬起来，脚尖冲下，离开垫子。然后我们来抱住小腿前侧，把小腿向内拉，同时额头靠近膝盖，就是把自己抱成一个球。然后来前后滚动，按摩整个背部。如果要是核心有力，你的脚尖是不碰垫子的，就是用核心带着身体前后移动。如果要是你核心还没有那么有力，你就稍微用脚尖轻轻的碰一下垫子，用那个惯性来滚动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婴儿式向前趴，拉伸整个背部。今天的这几个动作做完了，是不是非常的舒服，并且已经有微微的出汗了呢？今天我们来一个全方位的马甲线加瘦小腹的训练。38岁，腹部保持这种状态好几年了，是不是还可以？看我的皮肤纹理还有剖腹产伤疤，手机原视频直出。今天的动作中等难度。先来4足跪立到垫子上，鸟式伸展各6次，激活一下深层的核心，也就是腹横肌。身体稳定，不要晃。骨盆保持稳定，胳膊举起来放到耳朵旁，然后转腹去激活腹斜肌，用腹斜肌发力去转啊，也是一边各6次。还是先来到4足跪立位，核心收紧，我们来正式训练。腿先向后伸直，然后再向前爬行，上半身是保持不动的，下腹发力控制腿的前后移动，骨盆以及上半身保持稳定。
这个练习腹直肌的下端以及腹横肌，也就是我们小肚腩。来，腿向后进入跪姿俯卧撑式，也就是从侧面看，身子是一条直线，然后用腹发力去折叠髋，前后移动臀部。尤其向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塌腰啊，是用腹发力。这个练习到了整个的腹直肌。来到直板撑，进入登山跑。但是不需要跑起来，下腹发力去提腿，也可以向前提的时候稍微卷曲一下腹部，更加训练到了下腹。15秒之后不要放松，直接来侧提膝，用膝盖去找两边的手肘，训练腹斜肌。然后我们来躺下练腹，躺下就把骨盆摆正，让腰腹靠近垫子。摆好了之后，把腿抬至桌面时，手先放到头顶，然后把上半身卷起来。先来做一个摆拍，激活一下整个腹部。手下压的时候配合呼吸，5次呼5次吸。练腹的呼吸模式是这样子的，只要腹部发力做卷曲的时候，就要把气吐尽，然后恢复的时候吸气。先把手放到枕骨后，慢慢的把上半身躺回到垫子上，然后再把腿落下来，不要说结束就结束啊。接着我们再把上半身卷起来，去沿着膝盖上下滑动，卷上腹，只卷到胃囊这一块有感觉就可以。然后来把腿打开的大一点，左右摸脚，训练侧腹。然后躺下来，去脚尖点地，再抬起来训练下腹。下腹发力呢，就是你整个小肚子是鼓鼓的、胀胀的感觉。但是训练上腹呢，你的腹部上端一定是向内挖空的，这个就是它们的区别。好，再来整体训练一下上腹、下腹以及侧腹啊。先把右腿架到左膝盖上，然后来侧卷腹，让你的左手肘去碰右膝盖。换左腿架到右腿膝盖上，右侧卷腹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整个腹直肌的训练，把腿向上伸直，然后把脚背绷直，卷腹，手去够脚尖儿。腹直肌的上端和下端都是在收缩发力的状态。
好，依旧是慢慢的落下来，结束都不要着急。然后我们来从侧面起身，不要做完了砰就做起来啊。最后我们来拉伸，今天的动作还是稍微有一点累的，所以没有必要去重复4遍，每一个动作做到位比做多少次要重要。来，今天我们是一个小腹的最入门的训练。先来啰嗦一句啊，想要小腹平，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体态，尤其是不要骨盆前倾。来，把你的骨盆想象成一盆水，把它摆正，这样子你的小腹自然就收回去了。如果要是前倾了，你就算是个瘦子，看起来也是有小肚子的。首先我们来躺到垫子上，做好准备工作，躺下就要把骨盆摆正，就是让我们的腰部贴牢垫子，千万不要底下空出来一大块，甚至能塞进去一个拳头。让腰一直贴牢垫子啊。练下腹主要就是髋屈，所以它大部分的动作都会带到腿，相对会比较难和累。我也出过好多练下腹的视频了，今天是最简单的一期，可以先从这个练起，然后再一点一点进阶。我们先来把腿伸直，把脚背绷起来，脚跟向后蹬，左腿压实垫子，右腿做屈伸12次，激活一下右边的下腹。腿伸直的时候吸气，向上抬的时候呼气。看一下我的腰始终是不离开垫子的，右边的下腹是有发力的感觉吧。然后来右腿压实垫子，左腿做屈伸12次，抬腿吐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。这一套动作产后腹直肌分离都是可以做的，并且对修复腹直肌分离也有好处。然后把腿抬起来，抬至桌面式，你可以稍微抬一下屁股，让你的背部更加靠近垫子。然后我们来把双手按到左边的膝盖上去屈伸右腿，按住你膝盖的手和腿要有对抗的力。这时候你感受你右边的腹部应该发力感会非常的明显，核心收紧向下沉，不要让你的腹直肌向外膨出，也不要让你的背部拱起来。然后来休息2秒钟，换另一条腿。来，先把腿抬至桌面式，背部靠住垫子，2只手去压住右边的膝盖，你只要压住它就有一股对抗的力，就是你的腿要向你的胸部走，你的手不让。稳定好你的骨盆核心，去伸直你的左腿。接着2条腿恢复成桌面式，轻轻的下落，点一下垫子，然后再抬起来。全程腰不要离开垫子，用下腹发力屈髋抬腿，脚尖像蜻蜓点水一样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。前期你感觉不到小腹是否在发力，就把手放到小腹上，它应该是硬硬的胀胀的。好，你们可以休息5秒钟，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的进阶版，就是反向卷腹。可以跟着我试一下，就是用下腹发力把臀抬起来，脚尖是不挨住垫子的。然后它的更进阶版就是反向举腿，下腹发力把腿举至最高点。好，休息好了，我们接着来。先把2个手臂打开，按实旁边的地面，左边的腿抬起来向右边转，
点一下地面，然后再恢复。训练我们左边的腹斜肌下部，所以就要用腹斜肌发力去转动腿，尽量让我们的2个肩膀都不离开地面。手臂可以打得再开一点，按实地面，稳定住上半身。腿转的时候吐气，恢复的时候吸气。好，稳定住上半身，把右腿抬起来，向左转，点一下地。去扭转你的腹斜肌，尽量让你的2个肩膀都不离开地面。脚尖如果要是点不到地面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腹斜肌发力就可以。之后把2条腿都抬起来，左右转，并且上下交叉，就像一个大剪刀一样。还是左右腹斜肌发力，胳膊压实地面，尽量不要让你的肩膀离开地面。好，你们来休息5秒钟，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动作的进阶版，就是你的腿在底下画圈。好，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把腿抬起来，抬至桌面式，然后腿向前伸直，再回来。这个就是要注意的是，腿向前伸直的时候，腰不要离开垫子。腿靠近胸部的时候，把气吐尽，吐气的时候，腹部就要向下压，不要让腹直肌向外膨出。好，腿不要放松，向右转，然后把腿伸直，再恢复，再向左转，把腿伸直，再恢复。然后来手抱住大腿后侧，下腹发力坐起来，脚尖点一下地面，再躺回去，然后再下腹发力坐起来，把你的背向前拱，这样子的还能按摩到整个的脊椎。来滚的最后一下，挑战一下，把腿向前伸直，然后我们来 V 字支撑15秒。好，训练结束，最后来拉伸。来，今天弹力带全方位臀部训练。
首先我们来激活一下髋，我手指的髋这一块去上下折叠，把它彻底打开，就想象这儿长了一个小眼睛，向前趴的时候把这个小眼睛彻底的张开，然后向后折叠的时候小眼睛是闭上的。和我一直练臀的姐妹应该知道，髋伸练臀大肌，髋的外展和旋练臀中肌，而且髋屈又能练习到我们的小腹，所以你说髋的灵活性重不重要？如果要是你总会用髋，你别的地方必然就会代偿，要不然就是腿，要不然就是腰椎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上弹力圈，把弹力圈绑到大腿的中间，然后我们趴下来四足跪立式，核心收紧，手肘支撑在肩膀的正下方，肩膀发力，手腕放松。先来左边大腹的驴踢，肚子向内收，骨盆以及上半身保持稳定，臀发力，腰椎不要受力，不要你向上抬腿的时候腰就向下弯，也不要低头，记住永远让你的颈椎、脊椎、腰椎保持正常的弧度，把注意力放到臀大肌上，练臀动念合一很重要。臀不要放松啊，把它挤住，然后腿慢慢的向后伸直，我们来小幅的上抬，依旧是把注意力放到臀上，臀发力，腿放松。不管你现在臀部是什么问题，下垂或者是凹陷，全部要全方位的训练，不要想解决凹陷就只去练臀中肌，那个只属于一个加练，而且不要着急，臀是大肌群，你要给它增长的时间，最起码也得半年以上。好，稳定住上半身，我们换右腿先做一个大幅的驴踢。汇总几个练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：一、支撑的时候手腕疼，手腕支撑在肩膀的正下方，不要耸肩，用肩膀发力，手腕放松，并且手肘不要超伸，核心收紧，力量向上提，不要向下压。二、练完了腰疼，就是你向上抬的时候腰椎向下压了。动臀动髋，不要动腰和骨盆。第三，我为什么跪着的那个臀更有感觉，就是因为你的重心偏移了，要让我们的上半身永远呈中立位。不要放松，腿向后伸直，然后来微微上抬。就比如说现在在做这个动作，你的身体不要向跪着的那条腿倾斜，眼睛要全程看向身体正中间的那个点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的臀真的是在家练出来的吗？这个真的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。你要懂练臀的原理，你在哪里都能练出来，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。饮食里蛋白质含量提高一点，不要节食，节食流失脂肪也会流失肌肉。好，解放一下手腕，我们翻过来训练。来，反向支撑，把臀抬起来，再做一个外展。抬起来的时候也是臀发力，但是不要向上顶肚子。弹力圈也可以再向上绑一绑，用侧臀把它打开。这个动作是既训练到了臀大肌，也训练到了臀中肌，还训练到了腹部。屁股落下去的时候不要挨实垫子，点一下就抬起来。然后躺下来，臀桥，臀桥就不需要多说了吧。接着臀桥，臀起来加一个外展，臀桥训练臀大肌，外展训练臀中肌。
然后来抱住腿向上滚一滚，按摩一下背部，放松一下。来侧过来，我们主要训练一下臀中肌以及臀小肌。先来做一个棒式开合，你可以把手放到侧臀上，感受这一块的发力。脚跟对准臀部，尽量让你的脚、臀和背在一条直线上，骨盆要始终朝向正前方。然后来把上面的腿抬起来，膝盖冲向垫子，向后踢，去感受侧后方臀的发力。这个动作应该会比较酸爽，要坚持一下。还是上半身要稳住，不要晃来晃去的。好，然后翻过身来训练另一边，脚跟对好了臀部，先来做棒式，手放到侧臀上，感受这一块的发力。然后膝盖冲向垫子，向后踢腿。怎么样，侧臀很酸吧？好，垫上的动作做完了，我们再站起来做最后2个动作。来，深蹲，深蹲我也不需要再说了吧，都说过很多遍了。脚可以打开一点点，接着来一个深蹲加外展，用侧臀发力去把弹力圈打开。OK， 今天的训练完成，最后我们来拉伸，最好反复4遍啊，新手反复2遍也可以。不管训练多少遍，你要把运动当成一个生活的习惯，不是说我今天想练臀了，我就咣上来做几遍。健身这件事情，心血来潮没有用，而且身材好只是健身最表面、最肤浅的一个东西。你不要带着什么目的去做，它自然带给你的就会越来越多。